做着自由的模型，听 C 哥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文案分享。本期要各位分享的是万代 TVC 的 Destiny 系列的第8款产品 TV 1:100比例的命运高达。本款模型是2005年发售的，定价2600日元，目前的现货价格也要在200多块，并且没有再版。其实从这一款模型开始 ，TV 系列后续产品的区别就比较大了。本期视频我们先来看这一款命运高达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那么我买的时候算是运气比较好，本款模型我是205块钱收的出版，盒子方块算是命运释放掌心炮的动作，但是看着总感觉怪怪的。因为是出版限定，所以盒子也会更厚一些。侧面还有初回限定的样式，盒子底部也有峰会，还有初回特点的介绍。本款模型一共是12块板件，补色贴纸是1小张，但是数量会相对来说有点多。那么主角这一边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，人物立牌是2个人，史黛拉和神，说明书也是标配的一小本。命运的出版特点，其中一个是红色透明支架，而另外一个是跨步改件。在光束条件的部分和我们常见的还不太一样，里边的纹路处理会比较多，不是简简单单的几条刻线就完事的状态。板件部分也是常规表现，目前我做过的这几个 TV 模型也都算是保持了一个整洁干净的状态，棱角和刻线的清晰度还是很不错的。当然，这也是我喜欢 TV 这个系列的一点。那么这一款模型整体的浅色板件观感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像黑色这一种零件的观感就比较一般了，水纹和塑胶会非常明显，而且还很多。因为是出版限定，所以我手中的这一款命运的内容物包括命运主体、掌心炮、三人手、人物立牌、光束条件、支架地台、跨步改件，还有剩余的 PC 件。其中支架地台和跨步改件是出版限定的配件，不过这个支架的主体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通用支架，并且是透明材质，比较脆。为了适配命运高达，支架连接件也是单独开模的，直接拖住整个背包。这个连接件的样式也是后续 MG 命运高达所沿用的。顺带一提，后续我还看了一眼 TV 命运强自无限正义的出版支架都是这个基础样式，而 TV 传说高达的出版支架是透明浅蓝色的，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后续的通用 MG 支架。什么嘛，我传说高达吃的还是蛮好的。在体型上，本款模型是以大号阳光男机设为主进行制作，按照这个图来说，整体的还原度还是不错的。当然了，是否喜欢这个风格，每个人的看法都有不同，所以各位一定要保持理性。本款模型的补色贴纸主要应用在了头部的前后监视器、胸口上方的红色、裆部的红色、2把武器的红色三角补色以及盾牌的黄色补色，并且本款模型的补色贴纸也是带有荧光效果，绿色、红色和黄色都有不错的表现。武器和头部的补色我还能接受，毕竟后续的 MG 也是这样的，但是胸口和裆部这里我不是太能接受，这2个部分不分件没道理。TV 命运整体的颜色配置不像设定图和剧中那样采用灰色和深色为主，模型上反而是比较艳丽的白色和浅色零件搭配。虽然也算是2个时代的产品，也做一个简单的比较。MG 身形比例可能更符合剧中的状态，整体会更加的修长，翅膀的尺寸也会更大，更有攻击性。但是这2个放在一起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久了还是更喜欢 TV 命运的主体，感觉相对来说会更匀称一些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 ，TV 命运的泪痕并没有做出分色，这个部分还需要自己补色处理。头部造型对比图片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红色眼眶的尺寸，模型上做的会比较小，不过模型整体的面相是比较正的，眼睛露出的会比较大，观感上我感觉是要比设定图要好一些。另外一个让我感觉不太对的地方就是天线装上去之后，总感觉这个头好像有点怪怪的。起初我没太注意，就是感觉这个下巴和嘴有点突出，脑袋还有点圆，有点敦实，然后上方的监视器还有点突出，就像是一个球上面突然多了个方块的状态。我是感觉有点GNX 那个斜拔子脸的趋势，虽然这么说好像不太对。头部后方监视器的贴纸也是把黑框的部分给带着了，看着会更完整一些。头部的细节刻线比较清晰，简单深线处理一下，整体的层次感就有了。头部和脖子也都是比较基础的设计，脖子根部有轻微可动，头部是 PC 件加球形关节，整体的活动效果还可以。胸部对比图片，我是感觉在出气口的部分模型做的会比较平，并没有倾斜角度，两侧再稍微给它隆起一点，中间的零件再给它倾斜一下，可能会更好一些。整个胸部和老 HG 命运一样，仅仅是前后合加 PC 件的结构，这个部分只有平转可动。不过内部嵌套的 PC 件由于结构问题会有虚背，装上背包之后会后压，并且在模型上这个腰部做的，即便是对比元邦男的机视图，也要感觉稍微短上一些。和手臂连接的部分也有配置引出关节，但是 TV 命运这个零件相对来说会更细，加上 PC 件拼完了以后还很紧，
这个部分在活动的时候还真的需要好好注意一下，并且可能是因为当年技术的问题，这里为了提升肩膀的平台角度，在上方是并没有设置遮盖外甲，所以这个关节是直接裸露在外的，并且这个关节只有一点点的抬起可动，不能强行活动。手臂部分对比图片有明显区别的就是手肘这里图片上是有凸起，但是 TV 这里还是通用的平面关节设计，缺少了层次感。同时 TV 命运肩胛的尺寸真的是感觉好大一个呀，肩胛也是直接左右合嵌套在了肩膀零件上，带有独立的上下可动角度。肩部的光束回旋镖是通过滑槽固定进去的，并不具备任何的可动。同时本款模型也有提供2个尺寸专用的特效件，不过就像官图一样，回旋镖这一边会比较平，握持手型是握不住的，只能握持另一边。装上短特效件就会感觉像手持弯刀一样，这个角度挥出去感觉不太自然。不过长的特效件有2个角度进行安装，另外一个握持角度是正常的。另外我不太清楚这个算不算是设定，在光束回旋镖握把部分是有一个凸起的，就像是扳机一样，扣动就可以发出光束的那种。整个手臂部分也是非常简单的直装贯穿零件，导致手肘部分基本上只有90度的可动。同时 TV 命运对比其他 TV 模型，在手肘的部分是多给了一个遮挡零件，用来遮盖关节裸露的卡损。手臂蓝色装甲不具备任何的可动，中间的匹配件可以安装本款模型的实体盾牌，由于盾牌是普通的直装卡损，固定的也会比较稳定。整个盾牌的速度表现还不错，盾牌拉伸可动就只有一段，拉出以后露出内部的红色内衬。命运比较有特色的造型手是给了2对，并且都是有手背甲，通用的握持手型是比较常规，但是握持光束步枪的时候有一个问题，手部依旧无法握持在扳机部分，枪托尾端和手臂还会干涉，整个光束步枪是无法固定的，就很烦。光束步枪分色会比较常规，准镜和辅助握把也有基础的可动，同时握持手型内部也有掌线炮的细节刻画。另外一对造型手就是掌线炮，我对这个造型手挺不满意的，细节有，但是手型没有张力。TV 命运是2005年5月发售，而老 HG 命运是同年的7月份发售。老 HG 命运的掌线炮造型手要比 TV 的好上一些， TV 这个过于没有力量，你俩没有力量。另外手部可以安装的配件还有光束盾牌，需要拆除黄色零件安装在盾牌上就可以了，而且盾牌并不是平平的一块，表面是做了凹凸不平的状态，就是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这个风格。整个手臂的可动配合肩膀的引出关节属于是非常一般的表现，并且肩部关节是比较危险的，把玩也需要注意一下。胯部设计就更简单了，裙甲部分也没有内衬，前裙甲是球形关节加匹配件的连接，带有一些常规可动。侧裙甲就非常短小，方方正正的，真的是小小的一个。根部也是柱形卡榫加匹配件。后裙甲为固定结构，不具备任何的可动，裆部后方的孔位也可以安插光束步枪。大腿根部这里依旧是球形关节进行连接，出版命运在这个部分是提供了一个角度更换零件，原版胯部就是这个比较常规的状态，而提供的新规零件是这个带有角度变化的胯部，直接拆除就可以进行替换。但其实装上这个组件就是调整了一下胯部的前后角度，在摆动作的时候稍微有更多的选择性，但是吧，这个零件不具备任何的可动，也无法调整方向，所以感觉限制还是比较大。TV 命运的腿部是比较粗的，并且脚掌还很大，看上去整个下半身会特别的壮实，加上肩胛尺寸也不小，就显得胸部和头会有一点被压缩了一样的状态。同时腿部的棱角细节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，这个部分我看着会非常的舒服。腿部因为是采用了左右合的设计，所以这个部分会有一些缝隙和高低差，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处理一下。膝盖和小腿侧边的蓝色都是独立的分件，小腿后方的推进器为固定结构，推进器的盖板是带有轻微的活动，整个腿部的关节设计也是嵌套的柱形卡榫加匹配件，这样处理估计当时也是为了方便做无缝。不过如今来看，这样的关节设计不太稳定，容易软。再一个就是外形做的会比较一般，腿部的可动性比较常规。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胯部的球形关节影响把玩，即便是更换了胯部组件也会比较一般。那么背包好短呐，这个确实是好短呐。虽然图片上也是这个尺寸，但是看着真的好怪。也可能是咱们都习惯了剧中命运的那个状态，大背包的机体就感觉要更夸张、更近一些。
到 TV 这里就感觉真的只剩下了一个无毛鸡翅一样，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。这个翅膀让我感觉观感不太好，一个是尺寸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部分并没有突出，真的就不像翅膀的感觉。甚至单看主体，可能这两个翅膀都不是太明显。主机翼部分能够进行展开，不过结构简单，并且也没有限位，想要好一点的效果，还需要自行给它调整一下。翅膀根部也有多段关节进行可动，但是这个部分是偏紧的，需要注意。另外，背包和翅膀是通过柱形卡榫和皮带叶进行连接，比较松，把玩起来不是特别好。背包的主推进器采用了方形卡榫进行固定，主推进器的盖板也有部分可动，剩下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斩剑刀和光束炮。TV 命运和老爱之际命运的武器颜色都会比较淡，个人感觉和印象当中命运那种味道不是太搭配。至于武器的玩法，我感觉这个环节应该都可以直接跳过了吧，毕竟都是非常基础的可动和展开。斩剑刀还行，尺寸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就是握持在手上容易脱落。炮这一边就感觉做的有一些短，没有力量。两侧武器连接件结构会比较基础，球形皮带件加上支装卡榫，把玩的时候是很容易松脱的，效果不是太行。而且内部都是插槽连接，不能和 MG 替换安装。那么到此为止，这一款万代 TV 1:100比例命运高达也是分享完成了，也算是填了我自己的一个小坑。其实做这个系列也纯粹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喜好。老实讲，我很喜欢 TV 系列部分产品的造型，设计上肯定是不如现在的模型，把玩了、可动性了，甚至分色都不行。而且目前这一些模型不再版价格还很贵，坏了，我感觉我道心要破了。那我为啥还要执着于做这个系列呢？可能也真的就是为了这几个模型，这一整个系列能摆在柜子上，给自己留一个完整的系列模型吧。没错，我玩模型的想法可能就这么简单，纯粹的自己喜欢就好，哪怕这个东西的质量没有那么好。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